之前还是主官饿死的贫困县，现在铺上了石板路，用上了抽水马桶。方正一这县令当得太舒服了，你让他入宫当皇上，他都不愿意。桃源县雪月楼内，方正一靠在椅子上，微闭双眼，享受着美碧轻柔的按摩。雪月楼内一片宁静，只有时而传来的鸟语花香，让这个地方更显得恬静优雅。突然，一名侍女轻声问道：“方老爷，舒服吗？”方正一微微一笑，感受着侍女的手法，点了点头。他闭上眼睛，回想起自己出来时的种种，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感慨。桃源县当初是一个贫穷荒凉的地方，治下百姓食不果腹，甚至连县城和主簿都饿死了。方正一当时感到十分无奈，但他没有放弃。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搞出了粮食和白酒，吸引了客商来到桃源县。随着时间的推移，桃源县逐渐繁荣起来，产业兴盛，人口增加，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地方。但就在方正一心情舒畅之际，张彪匆匆跑进了雪月楼，汇报说在10里外发现了一批外地客商，但他们的马车上没有我们标记，是否要采取行动？方正一听后怒不可遏，责骂了张彪，并严厉警告不能以土匪之态对待客商。方正一对于桃源县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份努力换来的繁荣。与此同时，警帝李彻正在行进的马车中，郭天阳捧着地图在一旁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警帝看着前方渐行渐远的景色，心中颇为感慨。这些年来，国家虽然统一，但种种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让他倍感压力。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宫廷，进行微服私访，以便更深入地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郭天养询问景帝对于桃源县的了解，景帝摇头表示不甚了解。不料，马车突然颠簸起来，惊动了车厢内的2人。郭天养被弹起，撞到了车厢的顶部，景帝则稳稳地坐在原位上。车夫慌忙向前指去，示意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郭天养目瞪口呆，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他不禁探出头向后方望去，然后再转头确认。他揉了揉眼睛，因为眼前所见实在匪夷所思。刚刚车厢震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刚好碰到了旧路和新路的交界处。郭天养惊讶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路？”车夫也一脸茫然：“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郭天养连忙钻回车厢，向景帝报告情况。景帝也跟着出来，惊讶地看着眼前一片坦途。这条路表面光滑，反射着奇异的光泽，两侧用石条围绕着。郭天养查看地图确认，确实是他们要去的桃源县。马车继续行驶，但路况异常平稳。清凉的风吹来，配合着优美的景色，让景帝也不禁舒展了眉头。经过一段时间，路上开始有了人烟，许多马车行驶在这条道路上。两旁田地里，农民正在劳作。景帝对这个小县的管理感到满意，心想这些官员的能力不可小觑。随着路逐渐拥挤，城墙渐渐显现在眼前。当他们走近时，景帝、郭天养和车夫都惊呆了。眼前的桃源县城墙高达10数米，灰白色的墙砖，无一部显露着4个字：固若金汤。城门上悬挂着3个烫金大字：桃源县。景帝心中怒火熊熊，责问郭天养为何没有事先禀报。郭天养慌忙解释自己并不知情，但景帝心中依旧愤怒。这座城墙若被敌人利用，直面京城，后果不堪设想。进入城内后，他们看到了大片的石板路和繁华的街道，人们精神饱满，生活富裕，令景帝十分疑惑。这座小县竟然能建造如此奢华的城墙和街道，实在是匪夷所思。景帝在桃源县里闲逛，突然发现一家名为“有间客栈”的地方，牌匾上写着“官”字，让景帝感到好奇。他们决定进去看看，探探究竟。掌柜热情地迎接他们，询问是打尖还是住店。景帝决定住店，并选择了1等房，但价格竟然高达5两。郭天养不满地质问掌柜，掌柜却解释说这是官营客栈，价格实惠。于是景帝决定住下，掌柜带着他们上楼。小二在屋内为他们斟茶，郭天养注意到墙面用白布覆盖，感到奇怪。景帝品尝茶水，惊喜地发现清香扑鼻，十分享受。郭天养则发现屋内竟有一口井，感到惊讶，直接喝了一口水。掌柜解释说这是马桶，称为公桶，功能方便。小二继续解释公桶的使用方法，还展示了如何冲洗。郭天养恶心的呕吐，景帝则感到好奇。小二解释说马桶里的秽物会被冲到下水道，不少人酒后会使用这种方式排泄。景帝对此感到惊讶，觉得这种设计实在是巧妙。郭天养吐完后，小二冲洗了马桶，消除了难闻的气味。景帝则好奇地询问秽物的去向。原来这个县因地势高，有专门收集秽物的大坑，而且百姓家里即使没有冲水马桶，也有专门的人来收集秽物，然后运到坑内。但郭天养马上发现了问题，
每次都冲这么多东西，那尾端的管道岂不是就会被堵住了？小司解释说，他们使用了一个特制的水车，通过水车的力量可以把秽物转移到其他地方，而目的地就是隔壁县。听到这一切，景帝和郭天养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得知桃源县最大的工程就是修建这个管道，历时2年。县太爷甚至计划着将桃源县的水与京城的护城河对接，以解决人口众多的问题。这一切背后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个管道的秽物被转移到隔壁县，而桃源县却以清澈甜美的水著称，吸引着其他县的人前来购买。对此，景帝和郭天养无法接受，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厌恶。但小司却毫不知情地继续介绍，让他们更加震惊。茅厕里甚至没有厕筹，而是提供了水枪和盐水，以及木质水龙头模样的东西。小司还解释道，盐水才能洗得干净，而且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来补充。听到这些，景帝感到眩晕，他无法接受用盐水洗屁股的奢侈。小司接着介绍了茅厕里的纸篓和厕纸，以及一个叫张彪的人，他会用针线缝住那些使用厕筹的人的派。小司最后告诉他们，如果有其他问题，随时可以找他，然后匆匆离去。景帝和郭天养感到疲惫不堪，转头看见侧面摆着的牙刷和面巾，还有一面镜子，他们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困惑。在桃源县衙的后院，方正一正在享受着丫鬟小桃的按摩，但他觉得手法不够好。突然，张彪走了进来，向他报告了关于新进城商人的消息。但方正一并不着急，他认为合作必须正规化。第二天清晨，景帝才从甜美的梦境中醒来，他看见郭天养早已经等在一旁，准备好了侍奉。客栈的床铺舒适的让他感到惊讶，比起宫中的床铺也不逊色。景帝起床伸了个懒腰，夸赞了一番床铺的舒适。郭天养递过水盆和面巾，告诉景帝床下垫了12层垫子，确实舒适。景帝擦了擦脸，对早餐很满意，觉得连这样简单的小菜都别有一番风味。他感慨自己身为皇帝，还不如一般七品官员享受生活滋味。景帝和郭天养出门逛街，仔细观察着桃源县的街道和百姓。街头整洁，没有乞丐或者流浪汉，每个人都穿着整洁，看起来像读书人一样。突然，他们听到一阵唱歌声，原来是一个卖茶水的摊子。一个中年男人唱着调子叫卖：你爱我，我爱你，桃源奶茶甜蜜蜜。郭天养不以为然，觉得这种歌词太低俗了，污染了耳朵。他不禁朝地上吐了口痰，却被一位戴红袖标的老太太拦住了，要罚款5文。景帝掏出钱交了罚款，然后向老太太询问桃源县为何没有乞丐。老太太告诉他们，县太爷心善，不允许乞丐存在，都被派去挖沟了。景帝和郭天养都感到不可思议。突然，街边传来呼声，有人打官司了。老太太兴奋地离开了，景帝决定去看个热闹。他们跟着人群来到县衙，看见了一座庞大的建筑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天养惊讶于这样的县衙要花费多少钱。进入县衙后，他们发现内部装修虽然豪华，但是气氛依然严肃。景帝和郭天养站在一旁观看，等待县令的出现。县令方正正在不耐烦地准备开庭，嘀咕着要吃什么。他穿上官服，准备好出庭。小桃为他整理着衣服，提醒他快点去开庭。张老六跪在地上，泪水连连，周围人群渐渐聚集，他的哭声也越发响亮。突然，欢呼声响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抬头一看，只见方正一已经坐在公案后面，他心中一喜，连忙继续哭诉道：大人，草民冤啊！草民今日要告县衙。但方正一已经气得不省人事了，拍起金堂木，怒气冲冲地喝止了他。周围的百姓则笑得前仰后合。景帝眉头紧锁，心中充满失望。这就是他眼中的桃源县令吗？看起来像个昏庸无能的官员，丝毫没有应有的仪态和表现，简直就是个笑话。郭天养也不禁在旁边低声嘀咕道：陛下，这人太过蛮横无理了。接着，张老六继续向方正一诉说自己的冤情，指责县衙的捕快卢法欠下债务。方正一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命令将卢法拉上来审问。卢法却坦白承认自己欠下的债务，解释说是因为赌博而无力偿还。方正一听罢，立即发怒，决定对卢法进行严厉的惩罚，下令将他打了20大棍，让他3个月内去义务扫大街，否则将被逐出桃源县。卢法无奈地接受了惩罚，而张老六则心急如焚，不停地要求追讨自己的债务。方正一看着眼前的情形，感到有些烦躁，但又不忍心看着好人吃亏，于是他提出要去张老六的酒楼自罚3杯酒以抵债。张老六听罢，高兴得连连磕头致谢。方正一命人送卢法去医馆治疗，然后退堂而去。景帝和郭天养目睹了整个过程，心中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他们决定等到晚上去张老六的酒楼一探究竟。当晚，景帝和郭天养来到了老六饭庄，
发现酒楼门口已经挂起了欢迎县太爷的横幅。他们决定进去看看，静静地坐在2楼的角落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不久，方正一也出现在酒楼里，坐在中央的桌子上。方正一摆了摆手，示意上菜，但叮嘱横幅不能挂超过3天。张老六得到指示后，急忙答应遵守规矩。接着，方正一又要求将整层的客人全部安排到楼下，以免打扰他用餐。张老六听命后，立刻高声宣布今晚的消费由方少爷买单，引得楼上的客人欢呼雀跃。然而，当他准备下楼时，却意外地发现2楼还有2个客人坐在原位，未动身。为了响应方正一的要求，张老六殷勤地劝说他们下楼用餐，并表示今天的饭钱已由县太爷买单。但是景帝和郭天养却毫不为所动，继续坐在原位，不为张老六的劝说所动。面对这一情况，张老六无奈之下向方正一求助。方正一则看着眼前的2位客人，不禁心生兴趣，询问他们是不是刚到桃源县。景帝回答说，他们原本是要去横江府进货，路过桃源县时发现此地有趣，便决定停留一段时间。方正一开始感到疑惑，因为按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从京城出发，走官道更快。郭天养解释说，听说官道上发生了地崩，为了安全起见才绕道行。景帝表示不打算继续前行，因为对桃源县的新奇之物感兴趣，尤其是陶瓷马桶。方正一听后笑称欢迎商贾，还特别介绍了桃源县最新研发的陶瓷马桶，并提出可以定制合作。听到这里，郭天养的表情顿时变得尴尬起来。不过景帝则表现出对桃源县的各种产品感兴趣，尤其是茶水。他甚至称桃源县的茶水让人大开眼界，品尝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滋味。方正一则趁机夸赞自家茶叶制作师，声称他们炒制的茶叶风味别具一格，若是能在京城贩卖，必定大受欢迎。听到方正一的话，郭天养有些为难，因为10两银子1两茶的价格实在太高了。方正一却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来，我来给你们讲讲商业之道。我们进价100两1斤，但到了京城，你们不也可以卖到200两？不管有没有人买，先定好产品定位。我们这茶选用最顶级的黄金地段种植，每天都有专人照看。茶园旁边还有天然温泉，地下还藏着金矿。采茶的姑娘个个貌美如仙，采茶时还会吟诗。另外，最好再订购一批精美瓷器盒子，每盒装半两茶叶，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小喝茶吧。卖的时候就说，只有贵族才能品尝此茶，不喝的话，就算不上真正的贵族。贵族就是愿意花大价钱买东西，不求最好，但求最贵。郭公公捂着脸感到羞愧，以为在宫中多年已经精通了各种手段，没想到今天见到方正一，才发现还差得远呢。景帝默默地感觉自己就像是一颗绿油油的韭菜，难道宫中的采购都是这样被人忽悠的吗？看着2人陷入沉思，方正一得意地笑了笑，觉得自己又像迷失的羔羊传授了先进的市场理念。就在3人陷入沉默时，厨房开始不断传上菜来。为了表示重视，张老六亲自端着菜上了2楼。哈哈，鸡汤来了！鸡汤端上桌，热气腾腾，看着就像是炖了好一阵子，汤白肉烂。来，先喝点汤吧。2位来路不易，能在我桃源县喝上一碗鸡汤，可谓是美事一桩。不知2位对这茶叶感兴趣吗？我桃源县的瓷器虽好，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销售茶叶的利润可比瓷器高得多，而且运输方便，也不会有损耗。景帝喝着汤，满意地点点头，汤鲜味美，鸡肉软烂，比宫中吃的还要美味。方县令，这茶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还没有听过名字呢。方正一稍微思考了一下，然后正色道：这茶长期饮用可以强肾益气，延年益寿，所以我们就叫它天仙茶吧。景帝暗自摇头，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做作啊？郭天养则有些不悦，心想这方正一莫非是现编的吗？景帝打破了沉默：茶园在哪里呢？明天我们去看看，再做决定。方正一腼腆地笑了笑：商业机密，不能告诉你们。看着方正一坚决的态度，景帝也不再纠缠，举起酒杯道：好，我先进一批茶叶到京城试销，以后就多靠方县令照顾了。在酒宴上，方正一不仅为景帝和郭天养普及了商业常识，还展示了一些商业手段，如饥饿营销和品牌效应。虽然景帝和郭天养有些听不明白，但整个宴会气氛依然欢乐。突然，张老六笑眼眯眯地凑了过来，询问方正一是否吃好了。方正一剔牙后微微点头，询问账单，被告知总共是506两银子。方正一大为惊讶，嘲讽张老六宰人宰到他头上了。张老六忙解释道：之前有一群不懂规矩的小孩子跑来嚷嚷，他们以为今天是免费吃饭，结果引来了几十号人，桌子甚至摆到了街上，食材都是从隔壁接来的。听到这个解释，方正一笑了，表示理解，并决定付款。正当他要结账时，郭天养和景帝惊讶地发现，结账的竟然是逢人派的张彪。
他们吃惊地发现，张彪竟然随身带着1000两现银，而且轻松地将500两银子装进了袖子里。听到张彪的解释，他们更是目瞪口呆，觉得这人实力非凡。方正一介绍张彪是他的部下，是县里唯一的捕头，被江湖人称为桃园之星。景帝和郭天养佩服地向张彪致敬，表示对他的敬佩之情。之后，景帝决定明天去县衙跟方正一签订契约，不再前往横江府。在客栈里，景帝和郭天养开始思考方正一的种种行为，觉得他行事风格独特，但也有些迷惑。他们对方正一的身份和背景产生了兴趣，决定回去后查一查他的资料，以及为何历年巡查官员没有上报桃源县的情况。次日一早，方正一被小桃叫醒，睡眼惺忪地等待着小桃为他穿衣。穿好衣服后，方正一晃晃悠悠地走出卧室。他的起居室修建在衙门后院，为了方便，衙门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变得更像是现代的政府机构，有会客室、调解室、文书室等等。他和景帝所在的房间是他重修衙门时特意设置的，位置偏僻，隔音效果好。房间里只有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和几个柜子，没有窗户，四周挂满了油灯。房间的一面墙上刻着一行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怪异的装置，一个巨大的喇叭，尾部带着一根针，下面有一个摇把和铜柱，用途不明。整个房间简约而不简单。景帝背着双手注视着墙上的诗句，陷入沉默。没过多久，方正一带着张彪进了房间，向两人打了招呼。景帝缓缓转身，问道：方县令，这诗是你写的吗？方正一回答道：不是，只是从古籍残片中找到的，觉得写得不错，就刻在墙上了。景帝感叹道：好诗啊，可惜没能见到全片。方正一心里琢磨着，觉得景帝还是一个爱国的商人。他口中说道：二位已经决定购买茶叶了。景帝点头，感谢方县令的照顾，希望今后能顺利合作，让这茶叶在京城畅销。方正仪让郭天养取出银票，然后回答道：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张彪。张彪走上前，拿出一个包裹，里面摆放着20块茶砖和一个铁牌。这是20块茶砖，每块1斤，你们可以验货。方正一递给他们2张纸，一张是合作合同，一张是保密协议。景帝仔细阅读后觉得合同没有问题，但保密协议有些疑虑，不过还是按了手印。方正一满意地看了一眼合同，然后要求他们念一遍。张彪贴上银箔，然后转动摇把，让他们对着喇叭念出合同的内容。景帝心里充满疑问，但还是开始念合同。同时张彪转动摇把，当他们念完时，喇叭上留下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点。念完后，方正一撵走了他们。景帝和郭天养站在衙门口，无语地看着突然驶出来的马车。车夫问他们是否要乘车回京，他们就这样登上了车，准备返京。就在坐下时，车夫突然探头进来，要求他们付费10两银子。天公不作美，连绵的阴雨让本已难行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马车几次陷入泥坑，让郭天养和车夫不得不下车推车，状况可谓苦不堪言。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进入京城的外围景象更加糟糕。这里人来人往，车马横行，一片混乱。马车在拥挤的道路上屡次遭遇堵塞，车夫和前方的行人争执不休。景帝在车内的心情也跟着越来越糟。突如其来的一阵剧烈震动打破了这种僵局，只见车夫因为抓稳而摔落，半身泡在泥坑中，痛苦不堪。这一幕引起了路边一群闲散人员的哄笑，景象一时间变得尤为滑稽。郭天养眉头紧皱，急忙下车搀扶车夫，心中对京城的混乱和脏乱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桃源县相比，京城的秩序和清洁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景帝决定放弃马车，步行回宫。尽管郭天养担心景帝会淋湿，但景帝的决定不容置疑。在给了车夫20两银子后，两人便步入京城的泥泞之中。路上的情景让景帝更加感到忧虑，京城的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与他理想中的繁荣景象相去甚远。就在景帝沉思间，内阁首辅李延松等人正在忙碌地处理国事，忽然接到了景帝归宫的消息。三人急忙前往御书房，期待着与景帝的见面。在御书房，景帝面对堆积如山的奏章，向李延松等人展示了太子监国期间的种种问题。太子的不作为以及他对朝政的漠视，让景帝感到极大的失望。李延松等人面对景帝的质问，无言以对，只能听着景帝细数太子的种种不足。景帝因为太子李元昭的不端行为而勃然大怒，情绪如同狂风暴雨，几乎要将整个皇宫掀起。太子李元昭这个年轻的皇位继承人，每日沉溺于游乐，对于治国无任何兴趣，这让景帝心中的火焰熊熊燃烧。李延松试图为太子辩护，提到他近日有去军营巡查，但这丝毫不能平息景帝的怒火。在听取3位阁老对太子行为的抱怨后，景帝决定亲自去东宫的虎豹园找太子算账。东宫的虎豹园中，
太子李元照正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只猛虎追捕2匹老马的残酷场景，完全沉迷于这种残忍的娱乐中，忽视了自己作为国家未来领袖的责任。他的忠诚太监刘京站在一旁，脸上写满了苦恼和担忧，因为他深知太子的行为迟早会引起景帝的极大不满。就在太子李元照对斗兽场中的残酷娱乐提出更多无理要求时，刘京试图提醒太子注意，但太子对此毫不在意，只是自怨自艾，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在战场上大展拳脚。就在这时，景帝悄然来到虎豹园，太子和刘京都被他的突然出现吓得魂飞魄散。面对景帝，太子李元照尝试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但景帝的怒火并未因此而平息。他冷笑着讽刺太子的不负责任，并命令太子和刘京随他到御花园接受惩罚。刘京心想自己的末日已至，而太子则是惊恐万分，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严厉惩罚。在御花园，景帝手持长棍和长鞭，眼中露出决绝和愤怒，决心要以棍棒下的严厉来教育不孝的太子，让他明白皇室威严不容挑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刻，太子和刘京只能惶恐地等待，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悔恨。而景帝则是坚定地准备展开对太子的严厉教育，希望能够挽救太子的未来，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家领袖。李元照，这位经常惹是生非的太子，今天又在父王、景帝面前站立着。他的身后，刘京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显得格外狼狈。景帝的目光缓缓从手中的卷轴移向他们，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李元照今天看起来比平时胖了一圈，满脸的无辜与委屈。这位平日里胆大妄为的太子，一旦面对惩罚，总能马上变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什么似的。景帝心想，以往自己对太子的溺爱，让他总能用这一招轻易地逃过一劫。但今天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刘京的情况更是糟糕，他那快要断气的模样，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仿佛随时都会泛滥成灾。景帝面无表情，只是冷冷地观察着这2个不成器的家伙。李元照尴尬地笑了笑，硬着头皮低下了头。刘京则是直接跪在了地上，恨不得有个洞可以马上钻进去。在一片死寂中，李元照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却对上了景帝那双充满愤怒的眼睛。一时间，整个御花园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终于，景帝开口了，他的话语意外的平静，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提议，与太子进行一场比试。他的手中的棍子仿佛是这场比试的信号，落地时还弹了几下，激起了一阵尘土。李元照心中一凉，面对父王的挑战，他只能以还在发育作为借口。景帝的脸色一沉，这位平时英明果断的皇帝，怎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如此懦弱？他的怒喝让御花园内的气氛更加紧张，接下来的场面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李元照被命令脱下衣服，以检查他的身体抱样。卫士们开始扒他的衣服，李元照不情愿地配合。他身上层层叠叠的衣物被一件件脱下，最终露出了隐藏在最里层的铁板。这突如其来的发现让场面变得有些滑稽。景帝命令卫士继续扒下李元照的裤子，要将他的所有秘密一并揭露。随着裤子一层层被脱下，更多的铁护具掉落，铁护臀、铁护膝、铁护腿，一地的装备仿佛在嘲笑着景帝的愤怒和李元照的狡猾。景帝勃然大怒，斥责李元照不学无术，胆大妄为，完全不顾家国大义，只知道如何逃避责任和挑战。他的话语犹如重锤，每一句都重重地击打在李元照的心上。而李元照面对父王的愤怒和失望，却突然爆发出了叛逆的怒火，声称自己若早生几年，打下前国的功绩也许就属于他。景帝被李元照的无知和自大逗得反而笑了，怒极反笑，命令将李元照吊起来，准备亲自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李元照的反抗与挑衅，似乎让景帝更加坚定了要彻底教训他的决心。李元照被吊在亭子上，羞愧与不甘充斥着他的心头，他挣扎着，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却只换来景帝更加猛烈的怒火。景帝手持鞭子，每一下都准确无误地落在李元照的身上，每一声响彻御花园的啪声，都是对李元照叛逆行为的有力回击。就在这时，郭天养急匆匆地赶到，打断了这场父子之间的冲突。景帝的注意力被转移，暂时放过了李元照，而李元照则是在心里暗自庆幸，感谢郭天养及时出现，让自己免遭更严厉的惩罚。然而，当景帝准备离开时，李元照的一个不慎动作再次引起了景帝的注意，露出的铁护具暴露了他的小把戏。景帝的怒火再次被点燃，这一次他是要让李元照彻底记住这个教训。李元照的求饶声充满了绝望和恐惧，他知道这一次自己真的无路可逃。而景帝则是在愤怒中找到了一丝冷静，决定留给李元照最后的尊严，让他吊着等待进一步的发落。乾清宫内，郭天养急匆匆地来到景帝面前，手里捧着一堆厚厚的资料。他小心翼翼地报告着一件事情：方正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竟然在景和3年中了进士，成为了桃源县的县令。原本
这样的天才少年应该在京畿地区担任高职，或者直接入宫服侍。但因为他火爆的脾气和直言不讳，最终被分派到了一个贫穷且人口稀少的小县——桃源县。这个位于京畿和横江府之间的小县，贫困且人口稀少，每年几乎没有纳税。然而，景帝却听后笑了，对这位敢于顶撞上官、瞒报不交税的少年县令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方正一不仅是个少年英雄，还可能是一个能大有作为的肱骨之臣。然而，提到太子时，景帝的心情明显变得不快。他对比了太子和方正一的能力，决定对太子进行一番严厉的惩戒，甚至要拆掉太子的玩乐场所，显示了他对太子未来的严格要求。景帝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亲自下场做生意，通过卖茶叶来调动国内的经济。这一决定让郭天养惊讶不已，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当时的礼法。然而，景帝坚持己见，他认为这是一次尝试新政策的好机会，可能会给大景国带来新的生机。景帝的计划很简单，用精美的罐子装茶叶，然后高价出售。他相信，这不仅可以赚取贵族的钱，还可以让百姓分享到利益。这一计划虽然荒唐，但也反映了景帝对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挑战祖宗的老旧礼法，寻找到一条新的治国之道。郭天养虽然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但作为皇帝身边最忠诚的太监，他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个任务。他心里虽然对方正一有些不满，但也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县令已经深得皇帝的信任，未来必定是宫中的红人。最后，景帝的决定让郭天养又惊又怕，以高达500两1斤的价格出售茶叶，这个价格简直是天价。但景帝的命令不容置疑，郭天养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在京城最繁华的街区，郭天养用了仅1个下午的时间，就巧妙地选定了一处位置，迅速装修出一家外观典雅的茶庄。这家茶庄的位置优越，吸引了无数富豪的目光。门口挂着一块熠熠生辉的牌坊，省却了所有繁琐的手续，直接开张营业。第二天一早，在奉天殿前，众多官员聚集。郭天养故意绕道而行，手中拖着一个装着清茶的托盘，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的出现让在场的官员们纷纷窃窃私语，毕竟郭天养向来与皇帝同行，而今天他却单独现身。当李延松询问郭天养为何独自一人时，郭天养满怀欣喜地透露，自己正是为皇帝特意准备茶水。他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众人对这突如其来的茶水充满了好奇。随着郭天养的解释，他手中的茶大品天仙茶立刻成为了众人讨论的焦点。这种茶不仅味道清新，还被誉为男人之宝，能够增强体力和精神，使得在场的官员们都跃跃欲试。然而，当有人调侃郭天养时，气氛一度尴尬，但郭天养只好尴尬地结束对话，快步离开。李延松则是出于对这种神奇茶水的渴望，紧急询问购买渠道。郭天养见状，内心欢喜，知道自己的茶庄即将迎来一个好的开始。与此同时，在奉天殿内，景帝正在处理朝政事务，面对国库的困境，他决定用自己的内堂来解决民间的灾害。而他也对京城的管理表示不满，命令相关官员改善城市环境，否则将会被罢官。几位身着朝服的阁老结束了一天的朝会，悠闲地回到了宫房，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书案上摆满了各种奏章，但他们的心情似乎不错。性子急躁的张东向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开口问李延松：“李公，你说陛下这次外出回来之后，是不是变了个人似的？今天分发赏金竟然这么爽快。”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怎么突然对城内的街道情况这么上心了？难道之前不知道吗？”李延松一边低头审阅着奏章，一边沉声回答：“可能吧，陛下愿意出钱也不是坏事，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看，又有报灾的奏章送来了，又要花钱。”他的声音中满是无奈。郑乔听后却笑了起来，打趣道：“李公，您这话可不能乱说，您是朝中重臣，缺了您可不行。听说陛下最近在喝什么神奇的茶，要不我帮您去要下来。男人之宝。”张东向闻言也来了兴趣，那茶听起来真有意思，不如我们派人去城里买些回来试试，说不定李公喝了能再焕发青春呢。宫房里随即充满了笑声。李延松摇头笑着表示：“东向，别开老夫的玩笑了，能提神就好。”于是他们决定派刘二去寻找这种名为大品天仙茶的茶叶。刘二立刻出发，一心想要完成这个任务。1个时辰后，刘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但他空手而归。原来他带的钱不够买这种昂贵的茶叶，听说1两竟然要50两银子，而且还限购。众人惊讶于这茶叶的高价，但更惊讶的是，尽管如此昂贵，仍有大批人抢购。听说宫里也是这茶的忠实粉丝，产量稀少，每天只放出4斤来卖。张东向遗憾地说：“看来这茶确实非凡，我们错过了好机会。”李延松则更加冷静地分析，认为这茶之所以如此抢手，主要还是因为陛下的推荐。最终，他们决定第2天再派刘二出去，这次准备了足够的银子。
与此同时，在皇宫中，景帝接到了关于大品天仙茶销售一空的好消息，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这全是景帝和方正一的一场营销战略，旨在通过限量销售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创造出一种稀缺感。景帝兴奋地计划着如何进一步扩大这次成功的经验，甚至考虑让人以更高的价格转手销售这种茶叶，但又担心会破坏品牌形象。他决定亲自再次前往桃源县，见识一下方正一还有什么更神奇的本领。在古色古香的工坊内，刘儿一大早就将他费尽心思抢到的珍贵茶叶送到了这里，成为了众阁老讨论的焦点。这茶叶不同寻常，单是看着那精致的小瓶装就足以让人眼前一亮，更不用说那还未泡就已弥漫的阵阵茶香了。场面一度充满了惊叹与赞赏之声。然而刘儿却在人群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踟蹰着，终于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向李岩松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茶叶其实花了他70两银子，而非50两。这番话顿时让本就惊叹于茶叶价格的李岩松眉头紧锁，70两的天价简直令人啧舌。然而在李岩松的一声令下，刘儿立刻带着银子欢天喜地去泡茶，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不久后，刘儿端着刚泡好的茶水回来，众人迫不及待围了上去，却发现茶水之中只有寥寥3片叶子，这让原本期待满满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张东向的一番调侃后，众人重新集中注意力到了茶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茶香渐渐弥漫开来，令人心旷神怡。尝试之后，众人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觉得淡了些，有的却感觉到了茶叶中淡淡的药香，开始纷纷讨论起茶叶背后的奥秘。在这场茶香中的探索中，郑乔的一番专业分析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他不仅准确识别出了茶叶中的各种成分，还对其药用价值做了详细的解释，令人不得不对这大品天仙茶刮目相看。而在桃源县的制茶工坊内，方正一的一番严格要求更是揭示了这背后严谨的制茶工艺。他对品质的极致追求，让每一片茶叶都蕴含了无数的匠心与汗水。看着努力工作的炒茶师傅们，方正一心中有了更大的计划，他决心要让这种独特的茶叶走向更远的地方。郭天养满脸喜色地站在景帝的身边，激动地报道：“陛下，那批珍贵的茶叶已经全部售罄了。”景帝穿着华丽的龙袍，却皱起了眉头，有些恼怒地反问：“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卖完了？我不是让你限量销售，慢慢来吗？”他原本计划在去桃源县进货之前，慢慢售卖手中的存货，现在却因为销售太快而出现了库存空缺。郭天养尽管感受到了景帝的不悦，仍旧微笑着回答：“实在是因为市场反应太热烈了，那些黄牛党把价格炒得很高，世家大族们都在抢购，有的甚至想要一次买上10几20斤。”他接着报告，这次的交易让他们赚了一大笔，足以让皇室的内库大为丰富。景帝一听到赚了那么多钱，眼睛顿时亮了起来，立刻决定要再进货2000斤茶叶。他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仿佛已经看到了滚滚而来的财富。就在这时，郭天养小心翼翼地提醒景帝，衡江府的巡查使已经抵达京城，等待着皇帝的召见。同时他还提到了太子的情况，原来太子已经被吊在御花园3天了。景帝听后大惊，立刻命令将太子带到御书房。太子李元照经过3天的特训，已经从愤怒转为冷静，甚至开始欣赏花园的美景。不过当他得知要见父皇时，怒气又冲上心头。在御书房内，景帝和太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深情的对话。景帝温柔地教导太子，希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君主。太子虽然心中有怨，但最终还是被父皇的关心所感动，默默接受了教训。与此同时，一个憔悴的官员，衡江府的巡查使吴生，被紧急召见至皇宫。经过几日的疲惫旅程，吴生在皇帝面前跪倒，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询问。景帝的话题突然转向桃源县，这个提问让吴生猛然惊醒，仿佛预感到了接下来会有一场风波。吴生的脸色苍白得像张纸，整个人颤抖得仿佛秋天的落叶在风中飘扬。他的头低得几乎贴到地面，生怕一举头就会遇到景帝那如冰刀一般锐利的目光。景帝则是静静地注视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终于吴生开口了，他的声音在静谧的大殿中显得格外微弱：“回陛下，桃源县确实是衡江府边缘的一个小县，人口寥寥无几。这几年连续不断的饥荒，使得情况更是糟糕。”他的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悲哀，但他依旧保持着贵妇的姿态，一动不动。李元照，这位年轻的皇子，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在这般压力下还能保持如此长时间的跪姿，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好奇。他偷偷打量着吴生，心想父皇竟然也没有让他起来。景帝终于缓缓开口，声音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抬起头来。”吴生听命，颤抖着缓缓抬起头，眼中满是恐惧和迷茫。景帝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他的声音如同冬日的寒风，刺骨而冷厉：“吴生，你到底还有什么没告诉我？桃源县的真相是什么？
无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的嘴唇干燥，话语结巴，但还是尽力将桃源县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然而，当他提到方正一时，整个大殿的气氛突然变得更加凝重。无声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几乎听不见。他讲述了方正一如何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控制桃源县，甚至不惜用最恶劣的手段来威胁自己。大殿内的其他人都被这些描述震惊了，他们从未听说过有如此荒唐和残忍的事情。李元照更是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比他听过的任何故事都要精彩。最后，当无声说到自己被迫害、被画成画像以及被迫发誓的经历时，他已经是泣不成声。他的身体颤抖，泪水和鲜血混合在一起，滴落在冰冷的地砖上。景帝和郭天养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怒火。这种残忍和荒谬的行为，简直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臣苦啊！无声崩溃地哭出声来，讲述了方正一如何逼迫他发出不实之言的荒唐事。他竟然威胁要公开我所说的话。李元照、景帝身旁的一位官员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声来，却立马被景帝杀人的目光所制止。景帝皱眉沉思，这个方正一真是闹得够呛，居然用一种能记录声音的喇叭来威胁人，这在他们这个时代简直就是一种魔法。无声继续哭泣，他的话让人既觉得好笑又觉得无奈。景帝和郭天养已经对他的抱怨免疫，但听到那喇叭能记录声音的事情，两人都不由得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在一番混乱的讨论后，无声透露了更多信息，包括方正一赠予他的财物和承诺。景帝听后踱步思考，显然对方正一的行为既感兴趣又觉得过分。最终，景帝做出了决定，罢免了无声的官职，但允许他选择去向，同时表明自己会处理方正一的事情。无声虽然失去了官职，但对能去桃源县还是感到十分满意。接下来，场景转到了郭天养和景帝的对话中。郭天养对景帝的仁慈表示疑惑，但景帝的回应让他陷入了沉思。这时，李元照突然跳了出来，激动地要求随同景帝一同前往桃源县。景帝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轻率，但在郭天养的建议下，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准备出发前往桃源县的时候，景帝和郭天养又讨论了方正一的问题。景帝透露了自己对方正一的看法和计划，表示想要进一步观察他的潜质。他们对方正一持有的录音表示担忧，但景帝决定先不处理这个问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郭天养正忙着准备出发，陪同景帝和小皇子出宫游玩。突然，一个紧急的脚步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郭天养举起手中的灯笼，一路小跑去查看，结果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干孙子，一名小太监急匆匆地跑来送急件。一番呵斥后，郭天养接过奏章，匆匆回到马车边，交给了景帝。打开奏章的一瞬间，景帝的表情几乎可以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内容关于建江大水冲垮堤坝，数千人流离失所的消息，让景帝顿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得知国库空虚，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后，景帝决定亲自出马，寻找解决之道。于是，一行人在夜色中出发，景帝一路上对着舆图沉思，而小皇子李元照则是好奇地观察着一切。尽管路途颠簸，但他的好奇心让他忘记了不适。在讨论洪水的解决方案时，李元照提出了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办法，用术法改道洪水。这个提议让景帝哭笑不得，无奈之下对李元照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教育。经过一夜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桃源县。李元照对这个新奇的地方充满了好奇，景色的美丽让他们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烦恼。在客栈安顿下来后，李元照的一系列幼稚行为又让场面变得十分搞笑。他对客栈中的井实际上是马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让郭天养哭笑不得。而在县城内，方正一得知有瓷器商人再次来访，便激动地准备前去会见，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商机。一行人缓缓走到了楼下，方正一的目光立刻锁定了其中一人，景帝。他带着几分戏谑，笑着迎了上去。老李来了，看来茶叶生意在京城做得不错啊。他的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旁边的郭天养不屑地撇撇嘴，心里暗笑，从李先生变成老李，这变化也太快了吧。一行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直奔庆昌楼，方正一大方地请客。庆昌楼内美食香气四溢，方正一和景帝的谈话间隙，小二忙着上菜，每一道菜都让人垂涎欲滴，特别是那道猪肉炖粉条，方正一的推荐让人听了就食欲大开。李元照虽然一开始有些嫌弃，但在景帝的示范下，他也忍不住伸筷子尝试。一尝之下，即使是最挑剔的食客也不得不承认，这猪肉的味道确实非凡。方正一笑眯眯地解释道：“这猪肉啊，是腌猪肉，不仅肉质鲜美，而且完全没有任何腥味。”这番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原来这背后还有这样的学问。饭桌上的氛围愉快极了，方正一更是言谈间不断地展示着他的风趣和智慧，连带着几位客人也被他的气氛所感染，笑声不断。
随着晚宴的进行，方正一的助人为乐的坏毛病再次上演。他不仅再次提到了烟珠的话题，甚至还直言不讳地将这个比喻用在了郭天养身上，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景帝尽管被呛到，但也被方正一的幽默感所感染，不由得笑了出来。而郭天养面对方正一这番既尴尬又搞笑的关心，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他的好意，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绝对不能轻易让方正一抓到把柄。饭桌上，李元照像是刚从饥荒中逃出来的狼一样，对着面前的饭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桌上的菜肴在他的攻势下迅速消失，每一口都似乎在弥补他一路上的颠簸和饥饿。桃源县的厨师们对大火爆炒的热爱，让每一道菜都异常香辣诱人，油盐掌握的恰到好处，让人吃了还想吃。景帝见儿子吃相不雅，忍不住在桌下偷偷踢了他几下，希望他能收敛一些。李元照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时，方正一看出了景帝的尴尬，笑着打了个圆场，夸奖李元照能吃是好事，还自嘲自己年轻时更能吃。这番话让李元照对方正一的印象大增，觉得他不像是吴生口中描述的那般可怕，反而人品不错。饭桌上的话题很快转到了生意上。方正一提出，如果瓷器生意受阻，不妨转向茶叶生意，暗示着他们的茶叶质量将更上一层楼。景帝则透露了瓷器生意因建江洪水受到很大影响，暗示着他们正寻求解决之道。郭天养对此感到惊讶，不知道景帝为何会向方正一求助。方正一听闻建江洪水，立刻表现出关切之情。很多桃源县的居民都是从建江逃难过来的，而且有人开始尝试回建江寻亲。当郭天养展开舆图时，方正一惊讶于他们居然拥有这样的国家机密。方正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天雷劈山堵河道来解决洪水问题。这个提议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不已。李元照因此而兴奋，认为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景帝和其他人对这个提议半信半疑，不知道方正一是否真的能实现。方正一沉默不语，他知道自己确实有能力实施这个计划，因为桃源县积累了大量的火药，但他也在考虑这样做是否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和能力。最后，景帝再次询问方正一是否有办法，方正一回答说他还需要再考虑。三个人饶有兴趣地瞪大眼睛盯着他，方正一只好尴尬地笑笑，努力转移话题，吃饭呀，大家都看我做什么。这时候，李元照突然大叫：天雷！天雷！方正一哪有心情顾及这些，他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有些沉重。这个李元照真是会找麻烦，本来安静的日子怎么又扯到了救灾上呢？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不就是为了过上安逸日子吗？可惜好景不长，看来又得开始行动了。景帝的目光中似乎夹杂着某种深意，但最终也是低头继续吃饭。饭桌上一时间沉默笼罩，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什么。饭后，方正一率先打破沉静，他提议带着众人游览桃源的美景，并且还豪爽地表示，如果有看中的东西，大家尽管买，或许还能发掘出新的商机。景帝也放下心事，好奇地询问为什么桃源县会有这样的商机，而且方正一对待商人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方正一笑着回应，他自诩是个热心肠的人，解释说桃源县的商机是因为这里的人读书不多，但他们有智慧，能把普通的东西变得价值连城。郭天养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过分鼓励商业会导致社会混乱。方正一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需要的是多功能的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书生或商人。他的理念是，桃源县的繁荣正是因为这里的人敢于做不同的尝试。而李元照发现了一个书摊，心想这是个购买一些书籍的好机会。到了书摊前，李元照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摊位上的一本书名为《方县令大战灭霸》，内容是关于方正一如何帮助皇帝击败外来的天魔灭霸的故事。这让方正一感觉尴尬，毕竟这个故事原本只是他编给孩子们听的。书摊上的其他书籍，如《少年阿秋》《武林骑士录》《金牌县令》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这在文言文为主的时代显得格外特别。景帝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桃源县的书籍都是白话文？方正一解释说，桃源县的人不多读书，白话文更容易让人理解。他坚信，只要书籍对百姓有用，那么它就是好书。李元照不以为然，他认为白话文的书籍是在浪费纸张。方正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白话文书籍可以带动更多的经济活动，比如印书、造纸等行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的解释让李元照和景帝都有些无言以对。在方正一的世界里，创新似乎总是有理由，而固守成规的人最终只能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即使是郭天养，也不得不承认，方正一的方法虽然不同寻常，但似乎总能说服人心。景帝尴尬地站在原地，听着方正一那番既启发又让人觉得像是在耍弄的话。突然间，李元照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的提议既搞笑又荒唐。那我直接把书烧了，岂不是更省心？方正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拍了拍景帝的肩膀，好像在说：“老李，你这儿子的想法真是出奇。”景帝对李元照的训斥声中带着几分无奈，而李元照则是一脸幽怨地看着他。他们一行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两位大人聊得愉快，而后面的李元照和郭天养则是一言不发，这副模样倒是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时间一晃而过，他们逛了大半个桃源县，夜幕降临，两伙人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回到客栈后，李元照累得直接回房休息，而景帝则是坐在桌前，眼神在鱼图上不停地转动，似乎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郭天养一直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景帝沉思的样子，不敢打扰。但当景帝提起要去县衙找方正一时，郭天养不禁有些担忧。他知道方正一的才华，但也担心这位年轻人的野心。景帝对方正一的才华是认可的，但他更希望方正一能为国家出力。他决定，不管方正一愿不愿意，都要让他进京，让他的才华为国家所用。夜色更深时，景帝决定去看看太子李元照。他推开太子的房门，发现太子竟然还没睡，而是在床上看书。景帝好奇地走过去，一看书的内容，顿时气得不轻。这本书不仅内容低俗，而且还是白话文书籍，让人不忍直视。景帝愤怒地把书抢过来，严厉地训斥太子。太子被突如其来的训斥吓了一跳，连忙求饶。但景帝怒不可遏，一边训斥一边用书卷打太子。最后，景帝留下郭天养看着太子，自己则气冲冲地离开了客栈。郭天养轻声安慰太子，却被太子气愤地丢了枕头。滚出去！本宫没穿裤子。在桃源县的一个不眠夜，景帝首次体验了夜行的乐趣。手提一盏借来的灯笼，他在夜色中缓步前行，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到既惊讶又新奇。街边小摊灯火通明，人们络绎不绝，购买各式各样的小吃和商品。在实行了近10年宵禁的京城，这样的热闹场景实在难得一见。不过，景帝并没有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这份热闹。他怀着一颗急切的心，加快步伐朝衙门走去。夜色中的衙门牌坊下，2名官差出现，拦下了他的去路。景帝毫不犹豫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徽记。官差们互相对视一眼，随即转身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一名名叫小桃的女子款款走来，她的声音清脆，带领景帝进入衙门。在前往建方县令的路上，景帝试图了解一些情况，却被小桃轻松愉快的回答所吸引。方县令平日里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休息了，但今晚因为有事而还在庭院中，这让景帝意识到方正一对于解决水患的事情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视。进入庭院，景帝见到方正一正对着月亮举杯，一副悠闲的模样。方正一见到景帝，立刻热情地邀请他坐下，询问来意。景帝直奔主题，询问方县令是否能解决建江的水患。方正一提出使用功德无量来解决水患，并提出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和保护措施。他的态度从轻松转为严肃，详细说明了水患过后的防疫措施。这些细致的安排让景帝感受到了方正一的责任心和为民着想的精神。当景帝豪气地拿起酒杯向方正一敬酒时，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喝下的只是水，而且还是方正一用来漱口的水。景帝和方正一的密谈终于落下帷幕，景帝带着一脸的得意离开了后庭院。不过他的胃里却不太平静，一阵阵的翻腾让他想起了方正一那看似天真的小丫鬟。原来那2个杯子中，一个竟是给自己漱口用的。自己竟然信了小丫鬟的话，这不是自己糊涂是什么？景帝边走边想，刚好看见小桃靠在月洞门边，一脸好奇地望向里面。小桃看到景帝出来，笑容满面地问道，得到的回答是大事已定，让小桃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自信满满地认为一切都会顺利。景帝对小桃的自信感到好奇，这丫头似乎对方正一有着盲目的信任。小桃的回答让景帝陷入沉思，原来方正一在桃源县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些年的苦难让他夜不能寐，只想着如何救助更多的灾民。小桃眼中含泪的样子，更是让景帝对方正一的人格产生了敬意。这位看似不羁的县令，竟有着如此深沉的爱民之心。景帝的心情复杂，他原以为自己对桃源县的了解已经足够，没想到方正一和桃源县的故事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刻。景帝对小桃表示感谢，然后快步离开，心中充满了对方正一心的认识和敬佩。回到客栈的景帝与忠心的郭天养交流了此行的成果，方正一的神秘物品功德无量成了他们讨论的焦点。景帝信任方正一，认为这位县令不会欺骗自己，即使被骗，那也是自己愿意的风险。景帝的信任源于方正一的为人和行为，认为即使自己是一个普通商人，方正一也不会欺骗。隔天早晨阳光明媚，景帝和他的一行人提早就踏上了前往县衙的路。方正一已经安排得妥妥帖帖，准备接待这几位贵客。借贷协议一签完，景帝便匆匆离开了桃源县，只留下李元照一脸的不甘心，最终还是被郭天养硬拽上了车。车上，李元照独自生闷气的模样，让景帝忍不住觉得好笑。太子向来贪玩，但这种情绪
他还是头一遭遇到。看来桃源县的确有让人流连忘返的魔力。景帝忍不住问道：“元照，这次出宫有什么感受？”李元照闷声不乐道：“没有。”结果被父皇一声怒斥：“放肆！”李元照赶紧改口：“臣感到百姓生活富足，全是父皇辛勤治理的结果。”景帝对李元照的反应颇为满意，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你回京后步行回宫，再来向朕报告京城的百姓生活。”李元照虽然勉强答应，心里却满是桃源县的美好记忆。那猪肉炖粉条真是太美味了。车上的对话并没有结束，李元照忽然提出方正一担任7品小官实在是屈才了。郭天养听后内心五味杂陈。景帝则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方正一能召唤天雷解决水患，封什么官都可以。”李元照一时间对方正一充满了敬佩。就这样一路的对话中，李元照的不满和景帝的教诲交织在一起，直到最后李元照被景帝留在内城门口，而景帝则独自返回宫中。景帝一回到宫中，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朝政之中，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江的水患。朝臣们急切地等待着景帝的决策，提出需要20万两银子进行救灾。景帝提出从百官中募集资金，这让众臣颇感尴尬。他们原本希望景帝能立即拨款救灾，却不想被卷入其中。景帝对朝臣们的反应似乎不以为然，他的处理方式让人感到惊讶，似乎有着更深的考量。他的决策引起了朝臣们的一片哗然，但景帝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在京城的一隅，李元照第一次踏出宫门，心中满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夜色如墨，他信步走着，眼睛忙不迭地打量着四周。本以为京城繁华无比，结果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失所望。土路泥泞，小水洼随处可见，空气中夹杂着各种怪味，让他不禁皱眉。周围的房屋都是用土和木材搭建，简陋得很，和他想象中的桃源县简直是天壤之别。街上的行人神情萎靡，整个场景让李元照感到了一丝迷茫和诧异。他曾听师傅说过，外面的世界很残酷，但亲眼所见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就在这时，郭天阳已经安排好护卫，悄悄跟在他身后。李元照小心翼翼地避开泥泞，不想让自己的靴子脏了。他好奇地问郭天养这里是何处，得知是内城北门后，更是对这里的脏乱差感到不解。郭天养解释说，这里是最近2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区，聚集了很多难民。他建议李元照往里面走，那里的情况会好些。但李元照却决定去外城看看，想要亲眼见识一下真正的百姓生活。外城的情况并没有比内城好到哪去，孩子们在街上玩耍，大人们忙于日常的劳作，空气中的异味更加浓重。郭天阳努力忍受着恶臭，跟在李元照后面。突然，一户人家泼出的脏水溅到了李元照的靴子上，让他感到极其不快。郭天养气愤地斥责那妇人，周围的护卫也立刻警觉起来。妇人吓得连忙跪下求饶，解释说是无意的。李元照虽然感到恶心，但看到妇人的惶恐，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出乎所有人意料，李元照询问了妇人家的饮食情况，甚至不请自入地走进了他们的家中。郭天养完全被吓傻了，不明白李元照这是怎么了，但还是跟了进去。屋内的情况让李元照更加震惊，他看到的不是他想象中的繁华京城，而是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李元照询问了受伤男人的情况，得知他是在工作中受伤的。李元照好奇询问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妇人连忙端来一碗奇怪的糊糊，满脸期待地看着李元照。李元照一脸好奇，郭天养则像见了鬼一样，嫌弃得要命。这碗东西如果用美食来形容，那肯定是开了天眼的。这是啥玩意儿？李元照皱眉问道，那表情就像是考古学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妇人一脸骄傲地介绍，这是他家的招牌菜糠米野菜粥，言下之意，这可是他们家的灵魂食粮。郭天养见状，差点没直接晕过去，心想这不是找罪受吗？李元照被好奇心驱使，决定尝一尝，这可把郭天养吓坏了。他那叫一个急啊，直接一个飞扑，想要阻止这场灾难。公子，您千万别吃啊，这玩意儿要是吃坏了肚子，我可担待不起。郭天养哭丧着脸，仿佛李元照已经吃下去了似的。李元照不为所动，坚持要尝试。于是，一场关于勇气和好奇心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李元照一口吃下去，立刻后悔了，那味道简直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咸全来了，不，主要是酸和苦。一阵呕吐后，李元照感觉自己重新认识了什么叫美食。墙角的妇人看着这一切，眼里闪过一丝心疼和无奈。这时，屋子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原来是郭天养叫来的援兵，想要给这碗毒药一个说法。而那家的男人一脸懵逼的出来解释，还跪下了。这能吃？真的耐吃？男人边哭边吃，场面一度十分感人。郭天养在一旁小声提醒李元照，这可能是他们习以为常的食物，只是我们不习惯罢了。李元照这才恍然大悟，心中充满了羞愧。他决定赔偿，
命郭天养给了那家人10两银子，这才算是给这场闹剧画上了一个句号。离开小屋后，李元照心情沉重，开始反思。他询问郭天养，宫里的小太监们是否也过着这样的生活。郭天养连忙解释，宫里的条件远比外面好，但自己以前的生活也并不比这家人好到哪去。李元照听后，心里不禁感慨万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入宫的原因吧。在一座温暖如春的暖阁里，地暖如火，景帝正埋头苦功地审阅着一摞摞的奏章。自从他秘密回到京城，会见了几位大臣后，奏章就像下雪一样飞进了宫中，大部分都是关于水灾救助的拨款请求。景帝一边摇头一边勾画，虽然知道这些拨款迟早是要下的，但时机还没到。毕竟他不能仅凭自己找到了一个传说中能逆天改命的神器就轻易决定，万一失败了，后世的历史怎么写都是个问题。正当景帝为国家大计绞尽脑之时，一名小太监急匆匆地进来报告太子求见。见到太子，景帝的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他询问太子一天下来的感受，太子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报告说他只转了转外城就匆匆回宫，认为已经大致了解了京城的情况。景帝听后，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不安。太子接着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观察和想法，从街道规划到卫生问题，再到百姓的生活状况，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意见。尽管太子的一些想法还不够成熟，甚至有些天真，但景帝还是耐心地听他说完，心中对太子能有如此关心民生的心态感到欣慰。当太子讲到自己亲自尝试了百姓的生活，甚至尝了那酸苦难吃的黄米粥时，景帝的心情复杂。他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高兴，因为太子能亲身体验百姓的苦难，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尽管太子的解决方案还很稚嫩，比如推广白话文以提高民智，但景帝认为这种体恤百姓的心态是最宝贵的。然而，当太子越说越兴奋，甚至开始谈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计时，景帝的耐心终于耗尽。太子对百姓生活的形容过于夸张，甚至有些失控，这让景帝感到不快。最终，当太子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如何改善天下时，景帝终于爆发了，用严厉的声音让太子停止，并责令他退下。第二天一早，朝中一响，众官员像是排练过无数遍的戏码，纷纷列队站好。而皇帝，那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景帝，今天特意将太子李元照安置在自己身边，意图让他多多体验朝堂的严肃与庄重。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太子昨天对国事的一番见解，让景帝颇为欣赏，决定让他多参与朝政，以锻炼其执政能力。然而，就在这种肃穆之中，朝堂上突然爆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放下茶杯的消息。就在兵部尚书冯杰站出来之前，李延松已经准备好了开场白。然而冯杰的急切打断了这一切。他带来的消息是关于建江水患的，这场灾难不仅没能及时得到解决，反而演变成了一个叫做水神教的反叛势力。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原本死寂的朝堂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等待景帝的反应。景帝的应对措施简单粗暴，他决定从内库中拨款1万两银子，同时希望其他官员能够自发捐款。这下好了，原本还算和谐的朝堂气氛瞬间变得尴尬万分，就像是学校里突然要求学生捐款，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开始寻找地板上的每一个细节。李延松作为内阁首辅，不得不站出来捐出了5000两银子，打破了沉默。紧随其后的几位内阁大臣也纷纷捐款，仿佛是一场谁也逃不开的捐款接力赛。但当捐款金额逐渐下滑到几十两时，景帝的脸色也随之一落千丈。面对这种情况，景帝的做法是典型的我做我自己的态度。他决定不仅派兵去建江镇压水神教，还只拨款2万两银子。这个决定立刻引发了一阵哗然。在朝堂上，每个人都在展现自己最擅长的一面——演技。面对景帝的决定，虽然心中不甘，但表面上还是一副恭敬的样子。然而，李延松和张东向的私下对话却透露出了所有人的真实想法。这到底是怎么了？桃源镇的20名矿工和他们的护卫队，在队长丁开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银沱的旅途。这些矿工都是沥青矿开发的先驱，拥有丰富的火药使用经验，体魄强健，精力充沛。然而，当他们到达银沱时，却迎来了意料之外的暴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沉重。尽管天气恶劣，但丁开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坚定了完成任务的决心。他命令队员们再次检查装备，确保火药和引线不被雨水侵蚀。激励之下，矿工们的士气高涨，他们一声声应和，显示出了不畏艰难的勇气。在这个过程中，程四和他的护卫队也被矿工们的勇气和决心所感染。最初，程四对这些外地来的矿工不屑一顾，但经过几天的相处，他发现这些矿工们不仅体力惊人，而且在力量上也不逊色于内卫中的精英。这种认识的转变让程四开始重新评价这些矿工，并最终与他们并肩作战。随着任务的进行，众人克服了重重困难，
最终成功的在山腰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爆破位置。在丁开的指挥下，炸药被成功的放置好，所有人迅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当引线被点燃，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巨石如雨般落下，成功的堵塞了河道。这一刻，所有人都为之振奋，欢呼声震天。任务的成功不仅为矿工们带来了1000两银子的丰厚奖励，也让他们在丁开的带领下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庆功宴，并在天德池享受了一次舒适的泡澡。而程四和他的护卫队则在旁边看着，心中充满了酸楚和羡慕。他们虽然完成了任务，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奖励，这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与矿工们之间的差距。方正一被他的贴身丫鬟小桃以一种近乎无奈的语调叫醒，他告诉他，那些去救灾的矿工们已经回来了，现在正等在外面见他。方正一半睡半醒之间，嘟囔着让小桃发放银子给矿工们，自己则是继续在温暖的被窝里翻了个身，企图回到甜美的梦乡。但小桃不放弃，更加用力地推醒他，强调是救灾的矿工回来了。这句话像是一杯冰水，让方正一彻底清醒，突然记起自己确实派出了一支队伍去救灾。一跃而起，他兴冲冲地准备出门，却被小桃提醒还没洗脸呢。矿工们见到方正一出现，立刻激动万分，纷纷向他行礼问好。方正一随手挥挥手，笑着询问他们的救灾行动是否顺利。丁开急忙上前报喜，告诉他一切顺利，没有人受伤。方正一听后大喜，笑称赞矿工们的辛苦，并让他们领了银子回家休息。正当他心中为这次救灾行动的成功而喜悦时，丁开却突然说他们路上捡了个人。这个消息让方正一一愣，随即看到矿工们让开，地上躺着一个被泥巴完全覆盖的人，看起来像是一个泥猴。丁开解释说，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了这个可怜的人还活着，于是便把他带了回来。丁开和其他矿工在留下这个意外的礼物后，急忙离开，留下方正一气得直跳脚。方正一无奈之下，只得命令小桃找人将这个不速之客清洗干净，并送往医馆。他心里暗自思忖，这次的意外虽然麻烦，但好在救灾成功，老李那边也赚了一笔。他得让张彪紧盯着老李，确保自己能及时回收债务。同时，在皇宫的朝堂上，气氛紧张，群臣为了救援建江的事情争论不休。景帝头疼地看着下面争吵的臣子们，心中愈发焦虑。建江府的灾情愈演愈烈，特别是来自建江的官员更是情绪激动，甚至因意见不合而发生冲突。景帝在持续的压力下，心中不禁怀疑方正一派出的队伍是否真的能成功。陈述，一个来自建江的官员，因家乡受灾严重，急切地向景帝上奏，希望能得到回应。但当他看到景帝似乎对此事不太关心时，忍不住情绪爆发，质问景帝为何朝廷迟迟不作为。景帝被陈述的直言惹怒，威胁要抄家。陈述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是为了建江百姓的苦难。就在朝堂上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时，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来，带来了建江的急报，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接过急报，景帝迅速展开，眼神瞬间变得锐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皇帝的反应。而后，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景帝突然放声大笑，宣布建江水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刻，陈述和在场的所有臣子都感到震惊，他们怀疑皇帝是否拥有超乎常人的预知能力。然而，景帝的神秘微笑和接下来的动作更是让所有人瞠目结舌。景帝宣布，解决这一切的实际上是一个他偶遇的奇人——桃源县的县令方正一。这位年轻的县令拥有解决水患的高明方法，让景帝对他刮目相看。李延松和其他臣子对这位突然冒出的人物感到好奇，但更多的是震惊于皇帝能够发现并利用这样的人才。为了表彰方正一的功绩，景帝决定给予他丰厚的奖赏，包括封他为侯，并让他担任太子的教师，这在朝廷中是极为罕见的荣誉。尽管有臣子出于对礼法的考虑而提出异议，认为奖赏过重，但太子李元昭的支持和方正一对太子学业的积极影响，最终让景帝的决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方正一捧着一本书，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旁边，小桃无奈地翻着白眼，似乎对方正一的行为既无可奈何，又略带宠溺。自从上次景帝造访以来，方正一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书摊上发现了各种类似于现代网文的小说，这些书籍为他原本单调乏味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色彩和惊喜。尤其是那本《方县令大战灭霸》，在书中，方正一被塑造成了一位英勇无比的英雄，历经艰难困苦收集时间宝石，一路上开启了无数后宫，而对于皇帝打灭霸的描写则只字未提。对此，方正一颇感不足，甚至亲自命人催更。如今这本书已经更新到第3版，命名为《灭霸建设桃源县之多子多福》。读完最后一章后，方正一啜饮一口茶，感叹桃源县的人才济济，但他也觉得字数太少，心生让手下加紧作者创作力度的想法。放下书籍，他觉得生活又回归了平淡，便询问小桃近期有无新鲜事发生。
小桃提到了矿工带回来的神秘人醒了的消息，激起了方正一的好奇心。他们立刻前往医馆探望。在医馆，郎中对方正一表示，那个人时醒时睡，言语不清。更令方正一心动的是，这位神秘人竟是一位绝美的女子，其美貌在桃源县绝无仅有。方正一心想，如果能引入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如黑丝之类，必定能让桃源县的风情大为改观。不过，他也知道这只是一时的幻想。就在方正一准备仔细观察这位女子时，郎中突然慌张地报告说有圣旨到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小桃脸色瞬间惨白，而方正一虽然震惊，但迅速冷静下来，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楼下已经聚集了许多好奇的村民，看到方正一出现，人群自动让出一条路。小太监见到方正一，便大声宣布要传达圣旨。桃源县令方正一因为其杰出贡献于建江水患的解决，以及在任期间的无数善行，被皇帝钦点赐封桃源县男，还有一系列荣誉和实质奖赏。然而，这份荣耀的到来却伴随着一场闹剧。当小太监在县衙前念出皇帝的圣旨时，整个场面瞬间凝固。方正一本人也是一脸茫然，而小太监的心虚之态更是为后续的混乱埋下伏笔。就在小太监询问是否接旨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呜咽声打破了沉默，接着便是人群的激动和愤怒。百姓们的反应从一开始的震惊转变为拒绝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敬爱的县令离开，竟然还有人提出了砍死太监这种极端的主意，希望以此来阻止圣旨的传达。场面一度陷入失控，百姓的情绪激动至极，似乎只要小太监一消失，一切就能回到原点。方正一见状，立刻用他那富有威严的声音将场面镇压下来。尽管他的话语中带着严厉，但也透露出对百姓深深的关爱，激起了百姓更加强烈的不舍和泪水。方正一试图用贿赂来平息小太监的恐慌，却因为银子太重而让小太监跌坐在地，更是无意间激发了小太监的眼泪和不满。随后，方正一的尴尬补救不仅未能让小太监感到安慰，反而让场面更加滑稽。方正一和他的随从们刚准备踏上归途，回到他们的衙门，一声如银铃般清脆的呼唤打断了他们的脚步。方正一内心虽然波澜不惊，但表面上还是只是随从小桃去扶持白衣。方正一的心情复杂，他并不想因为这次的英雄救美而被牵扯太多情感纠葛，尤其是在得知自己即将赴京，可能长时间不归，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但白衣的出现，以及他请求留在方正一身边以报恩的诉求，让他不得不再次审视眼前的情形。白衣的美丽和他那悲惨的遭遇，无疑触动了方正一和小桃的心，但方正一的警惕之心仍旧存在。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恩人身份表示怀疑，尽管白衣的故事听起来充满了真情实感。尽管如此，方正一还是决定保持距离，对白衣的请求以及他的处境采取了冷处理。他命令小桃给予白衣适量的路费，让他自行解决后续的生活问题，然后迅速离开现场。白衣看着方正一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困惑。他从未被如此冷落，这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打击。白衣因为过度劳累和内心的冲突而昏倒在街上，在小桃的恳求下，方正一最终决定将白衣带回衙门，尽管他内心仍旧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方正一对突然出现的白衣抱有极大的戒心，他滑稽地怀疑这位突然对他献殷勤的女子是冲着他那并不富裕的身家来的。小桃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但内心还是不免对方正一的荒谬逻辑感到哭笑不得。方正一的逻辑很简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男孩子总是要小心一点为妙。于是当白衣展示出对他的关心时，他不仅没有感到温暖，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陷阱。小桃对这种过度警惕只能无奈地翻白眼，但他还是忍不住询问方正一是否会留下这个貌似无害的女子。方正一的心理斗争异常激烈，一方面他被白衣的美貌所吸引，想象着带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丫鬟出门的风光场面；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排斥任何可能给他带来麻烦的因素。经过一番挣扎，他决定还是将白衣送往医馆，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白衣紧紧抓住方正一的裤脚，仿佛是他最后的希望。张彪想要出手相助，却被方正一拒绝了，他担心张彪的神力会伤到白衣。方正一自己出马，用了一个古怪而有效的方法——插笔法，让白衣松开了手。这一幕不仅令张彪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小桃也不得不承认，尽管这方法古怪，但效果确实惊人。白衣醒来后的反应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他对方正一的救命恩情深感感激。方正一的回应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他建议白衣去做纺纱工作，强调这比任何工作都光荣，仿佛这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白衣决定继续留在方正一身边，不顾一切的要报恩。这种极端的忠诚和感激让方正一感到困惑，甚至有些感动。最终在小桃的建议下，方正一决定留下白衣作为小桃的助手，同时也解决了小桃缺乏伙伴的问题。白衣在无比兴奋中突然晕厥，这让方正一不由得轻笑，感叹道：
这小子高兴到晕过去了。随即他转头对着身边的小桃吩咐：“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安排个房间，顺便找个医生来看看。”方正一的脑海里转着念头，琢磨着是否该带白衣一同前往京城。紧接着，方正一下令召集县衙内的所有人员，他需要确保自己外出期间，桃源县依旧能够正常运转。站在县衙大厅中央，方正一严肃地对众人宣布自己即将前往京城的消息，并强调了在他不在期间，大家要按规矩办事，严格遵守法律，保护弱小，并且公正执法。正当方正一讲述未来的计划时，突然被治安司的柯少打断，后者紧张地报告了一件让方正一汗颜的大事：京城来的探子被桃源县抓住了。这消息让方正一心头一紧，京城的探子竟然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桃源县，而且还被自己的人抓住了。柯少接着讲述了他们如何通过奶茶店老板的5天歌唱，逼得探子们全都招了。这段插曲让方正一忍不住笑出声来，感叹自己这帮人员真是别出心裁。不过，当听说奶茶店老板唱了5天歌时，方正一的注意力不知为何偏移到了老板的体力上，令小桃无眼不忍直视。最终，方正一决定宽大处理，让这些被抓的探子好吃好喝的待上1周，临走时还每人发放20两银子，同时警告大家以后有类似情况要及时报告。在完成了对各司其职的安排后，方正一感受到了众人眼中的不舍，他心里五味杂陈。最后，他挥手示意众人散去，自己则开始准备前往京城的资金和物资，心中暗自期待着这次京城之行能为桃源县带来更大的机遇。方正一和他的小队准备踏上前往京城的旅程，等待着与天子的面见。本来这趟旅程只打算带上小桃和张彪2人，但在白衣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也被纳入了这次旅行的行列。城门外，桃源县的百姓们早早起床，聚集在那里，仿佛是对他们的县令方正一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空气中已带有春天的暖意，但凌晨的寒风依然刺骨，大家却毫不在意，只是默默的等待。张老六和衙役卢法也到了，他们相互间沉重的点头，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交谈。突然，有人高喊：“马车来了！”的声音划破了宁静。方正一的马车缓缓向他们驶来。方正一在车内沉浸于小说的世界，直到车厢微微一震，他好奇地抬头询问。小桃拉开窗帘，惊讶地发现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百姓。方正一走出马车，立即被热情的人群包围，他们纷纷上前致敬。张老六则带着一瓶酒，哽咽地说这是给方正一路上暖身的。随后，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众人开始纷纷拿出自己的礼物，企图塞给方正一，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方正一不得不命令柯少维持秩序，而他自己则努力安抚人群，让他们不要再送东西。然而，情绪激动的百姓仍旧不断地向马车扔着各种物品，导致场面一度失控。最终，在费了9牛2虎之力后，人群才渐渐平静下来。方正一决定步行通过人群，这一刻，街道两侧的灯光映衬下，他们缓缓走过，身边是熟悉的面孔，是与他共同经历过风雨的桃源县百姓。但方正一知道，离开桃源县，他将步入一个新的旅程。随着方正一一行人走出城门，百姓们的祝福声渐渐强烈，直到他们的车队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方正一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试图用幽默的话语掩饰自己的情感，却无法掩盖那份离别的伤感。张老六和卢法等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朝堂之上，群臣如往常一般上奏国事，李元照却在一旁跪坐，显得异常不安，不时抓耳挠腮，扭来扭去。这不安的源头是有朝臣提到了方正一，自从传旨发出已经2天，那位小太监1日往返，方正一却没有任何消息，这让李元照感到不解。台下群臣的面孔对李元照来说无趣至极。然而，当郭天养见到太子这不雅的行为时，急忙给了他一个提醒。就连景帝也注意到了太子的异样，轻轻地瞥了他一眼，言下之意似乎在提醒他注意形象。各位，你们不是很好奇方正一是何许人吗？明天见面便知。李元照兴奋地板直了腰，仿佛是在期待一个大戏的上演。他心里暗想，自己的虎豹园也许很快就能得到重修了。朝堂上的大臣们开始纷纷发表对方正一的看法，将他描绘成了一位兼具才华和品德的理想人选。他们对方正一的期待，仿佛他即将成为朝堂上的一股清流，一个治理能臣的出现。而景帝则在这场满是彩虹屁的讨论中微笑着，李元照却是憋着一副子笑意，不敢放声大笑。郭天养心中则是百感交集，对这所谓的古大臣之风持有自己的看法。在众人对方正一的种种赞誉中，景帝的评价却出人意料的平淡。他称方正一为别出心裁，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景帝的话似乎在提醒大家，方正一虽有能力，但与传统的君子形象大相径庭。在城北，方正一3人一进城便开始寻找合适的住所。对于方少来说，狭小的客栈显然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
于是他们通过牙行正式寻找一个更加宽敞舒适的宅子。选中的宅子属于贾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方正义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了这宅子，开始与贾良讨价还价。面对方正一和张彪，贾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当讨价还价不成时，张彪开始脱衣抹油，摆出各种威胁的姿态，令贾良心惊胆战。在张彪那恐怖的肌肉展示和方正一的压力下，贾良感到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尽管内心极力反抗，贾良还是尝试坚持自己的底线，声称宅子至少值1800两。然而方正一显然不是来这里玩的，他懒洋洋地躺在主人的椅子上，时不时吃着手边的果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甚至不惜拿出圣旨来作为压力手段，命令白衣举起圣旨，以此来加大对贾良的心理压力。在一个慵懒的清晨，白衣带着一丝睡意，轻轻敲响了方正一的门。门后，方正一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对外界毫无察觉。白衣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目光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青年。方正一睡相颇为随意，嘴角挂着丝丝口水，一脸无忧无虑的表情。外表俊朗，本应风度翩翩，然而行为举止却颇为古怪，令人难以捉摸。即便如此，白衣还是忍不住想要近距离观察。就在白衣试图进一步观察时，方正一突然翻身，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竟让白衣遭遇意外伤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白衣又气又恼，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怒火。然而即便如此，作为贴身侍女的她还是得尽职尽责，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叫醒战斗。尝试了几次传统的叫醒方式无效后，白衣使出了绝招，一手遮口，一手插鼻。这种古怪而有效的方式终于让方正一从梦中醒来。醒来的方正一显然并不领情，而白衣内心的得意却也只能是暗自发笑。方正一急匆匆赶往皇宫，为了赶上早朝，他几乎是在狼狈中前进。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的衣服在赶路中逐渐松脱，导致他不得不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在皇宫的无数回廊中穿梭。与此同时，京城中心的皇宫大殿内，早朝的钟声已经响起。朝会上，皇帝扫视着臣子们，却发现方正一不见踪影。焦急中，他提声询问，却得到答案说方正一可能因为路途遥远，尚未抵达。景帝的怒火在升腾，正当他想要斥责方正一的时候，一幕意料之外的滑稽场景发生了。一个急匆匆且满头大汗的轻狂少年不慎绊倒，滑跪于大殿中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原本严肃的气氛瞬间化为了静默。大殿内的官员全都呆呆地看着这位不守礼仪的晚辈。情急之下，方正一为自己的窘态做了一番解释，跪在金銮殿上，低着头，用尽力气喊出了一番洋洋洒洒的奉承话，但语尾却带着哽咽，显得尤为真挚。臣方正一叩见陛下，陛下神文圣武，文成武德，则备苍生，一统天下，实乃我大景之福，万民之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紧接着以最标准的叩拜礼，额头贴地，声音坚定而响亮。今臣得见天威，被龙气所摄，然心中又喜不自胜，殿前失仪，望陛下降罪。罪臣愿甘之如饴。方正一的一番话语立刻引发了一场风波，群臣们的脸色在瞬间发生了变化。眼前的这位新人竟然在朝堂之上毫无顾忌的大放厥词，对皇帝赞不绝口，这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佞臣的典型行为。在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是敢于批评时弊，敢于直言不讳的，这样才能展现出他们的才华和胆识。然而方正一的话却完全颠覆了这一切，他的言行不仅让人无法接受，更让人觉得他不过是个擅长阿谀奉承的小人。当群臣纷纷用怀疑和不悦的目光看向方正一时，连一直以来被誉为德才兼备的李岩松等阁老都开始质疑自己之前的判断。他们原以为方正一是个有古代大臣风范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巴结皇帝的小人罢了。景帝本人在听到方正一的话后，也是面色僵硬，心中复杂。方正一的直言不讳让他感到既尴尬又愤怒，甚至在朝堂之上当众斥责方正一。而方正一在被点名时，慌乱之下几乎不知所措。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番好意的吹捧，竟然会引来如此大的风波。更令方正一震惊的是，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仇人，竟然就是景帝本人，以及一直在他身边的太子和太监郭大。这一刻，方正一心中既惊恐又后悔，他开始回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话，是否真的得罪了什么人。而当景帝询问众臣对方正一该如何处罚时，气氛达到了沸点。张东向率先站出来指责方正一，认为他不适合教导太子，其言论立刻引起了众多朝臣的附和。然而方正一在面对指责时，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的一切赞美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之言，他对景帝和太子的尊敬和感激是真实的。郭天养暗自好笑，他看透了方正一的小伎俩。
方正一这番表演，明显是在玩一出转移矛盾的好戏。记得在桃源县，方正一就经常使用这种手段，轻松应对各种场合。现在，他竟然把这一招用在了朝廷的老阁老身上，简直是胆大妄为。方正一似乎认为，只要在皇上面前拍几句马屁，就能让皇上帮他对付张东向。这种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张东向听到方正一的话后，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好一个口舌如簧！我何时说过陛下不圣明？方正一则是不以为意，反而加大了力度，当着众人的面大肆吹捧皇上，声称皇上是千古一帝，武能定天下，文能治水患，如同天上的太阳一般明亮照人。他的话语虽然极尽阿谀之能事，却也让在场的众人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李延松和郑乔等人听后无不摇头叹息，认为方正一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成了太子的老师，那国家的未来岂不是堪忧？而且方正一的这番演讲，虽然看似在吹捧皇上，实则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出了讽刺的意味，这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严国安作为詹事府詹事，正直不阿，站出来反驳方正一，强调作为太子的老师，应该引导太子远离奸佞，亲近贤臣，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才是治国的正确道路。他的话语铿锵有力，明显是在直接指责方正一是奸佞之辈，不配在太子身边。方正一面对严国安的质疑，似乎并不慌张，反而更加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对皇上的崇拜，甚至不惜以泪洗面，表现出极致的忠心。这番表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的还能够好起来。就在众人对方正一的行为感到无可奈何时，景帝突然发话，严厉斥责方正一的放肆，命其立即退下。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方正一措手不及，但他仍旧不失机智，立即表现出悔改的姿态，甚至请求被罢免。这时候，严国安又站出来，强调了太子身边应当有贤臣的重要性，直言不讳地指出方正一的行为对太子和国家的潜在危害。他的话让场面一度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景帝的裁决。但是方正一似乎已经料到了这一切，他请求被罢免，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策略。面对景帝的拒绝，方正一表现出了极度的热情和坚持，甚至不惜与景帝公开对峙。这场唇枪舌战最终以景帝愤怒命令方正一继续留任，但同时警告他，若不能展现出成果，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方正一的这番表现，虽然在短期内得到了保留职位的机会，但也彻底得罪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原本可能支持他的人。在这场斗争结束后，方正一孤身一人离开了大殿，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他原本只是想回到自己的桃源县，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现在却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面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方正一只能暗自叹息，继续前行。然而，正当他抱着回家的念头踏出几步时，郭天养急匆匆地追了上来，呼唤他停下。方正一为了打破尴尬，便亲昵地称呼他为郭哥。这样的称呼显然让郭天养感到困惑，不过他很快调整心态，以笑脸迎接方正一，并告知他皇上正在御书房私下等候他一事。为了表示感谢和寻求更多的指引，方正一悄悄塞给郭天养一些银票，以此表达他对郭天养帮助的感激之情，并试探性地询问皇上召见的原因。郭天养虽然对此表示不知情，但还是建议方正一直接前往御书房。随后，在一个小太监的引领下，方正一顺利地来到了御书房。他在门外整理好衣服，随后被允许进入。御书房内，景帝正在专心致志地处理公文，显得格外威严。方正一站在房间内，不敢大声出气，只能隐秘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景帝终于放下手中的毛笔，正是方正一，似乎有重要的话要说。此时，方正一表现出了极高的机智和谨慎，他主动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表示自己愿意上缴桃源县过去7年的盈余，以此表明他的忠诚和透明。他内心忐忑，不知道皇上是否会接受这份诚意，同时也在暗自祈祷，希望这一切能够平息皇上的疑虑。景帝以深邃的目光审视着面前的一沓厚厚的银票，随后一个小太监将银票小心翼翼地呈递至桌面之上。景帝声音平淡却充满权威，对面前的方正一道：桃源县7年的岁入，仅此区8万多两银子。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不满和审问，显然对方正一所报的数字表示怀疑。方正一面对皇帝的质疑，显得既紧张又尽力维持着镇定。他急忙辩解说，桃源县的改造工作投入巨大，能有这样的结余已是不易之事。然而景帝显然对此并不买账，一句真的吗？我不信，逼得方正一陷入尴尬的沉默。紧接着景帝的话锋一转，表示愿意既往不咎，但要求方正一入朝后必须全心全意为国效力，对其工作能力表示肯定，但对态度表示不满。方正一闻言如获大赦，急忙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与决心，而景帝则是赐他座位，显现出了一丝宽容。接下来景帝对桃源县的各项改革成果表示好奇，特别是对某些独特发明的兴趣浓厚。
方正一详细介绍了火药的制作与应用，称其为重大发明，却也坦言制造过程充满困难，原材料稀缺且危险，以至于生产被迫中断。尽管如此，他未能掩饰对这项发明潜力的自豪。面对景帝的追问，方正一提出需要资金和时间以重新开启火药的研究与生产。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景帝最终批准了一笔资金，并给予了2年的时间限制。这场对话从最初的紧张严肃，逐渐转变为愉快惊喜。景帝对方正一的才华和见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方正一也感受到了与一国之君的思想碰撞带来的快感。两人的谈话虽然以景帝的提问为主，但方正一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民生问题，展现出自己深厚的为民情怀。面对景帝对技术和产品的好奇，方正一却故意含糊其辞，保留了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是他立身之本，尚未稳固之前不宜轻易外露。景帝虽然好奇，但更加关心的是桃源县的民生情况。在听到方正一对民间治理的精彩论述后，景帝不禁长叹，对方正一的才华与见识表示赞赏。方正一回应时展现出自己轻松的一面，与景帝的谈话仿佛是与老朋友无所不谈。谈话中，方正一提出的百姓的公仆这一理念令景帝和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这种前卫的观点在当时显得格外突出，甚至让景帝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方正一的这番言论虽然在当时看来过于超前，但却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为民情怀和对官员角色的独到理解。随后，景帝转入正题，提及了对太子的教育问题。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方正一仅仅教授太子传统的经典，而是更看重方正一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治国理念。面对太子可能的不从，景帝询问方正一该如何应对。方正一不仅用幽默和自信应对景帝的考验，还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他的严格要求，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和能力。最后，景帝赠予方正一1块金牌，凭此金牌可自由出入宫内。方正一提前结束了繁忙的朝政工作，心情轻松地离开了皇宫。他在城门口找到一辆等候的马车，随即踏上了回家的路。车窗外景色迅速后退，方正一却陷入了深思，回顾着今天与景帝的会面。今日的会面虽然挑战重重，得罪了不少人，但最终还算是圆满。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景帝竟然是李隆，这让方正一心中五味杂陈。尽管如此，皇帝对他的印象似乎还不错，只是接下来的任务教育处于叛逆期的太子，让他感到不小的压力。正当他思考如何应对太子的教育问题时，马车已悄然停在了他家门前。车夫的呼唤将他从思绪中拉回，方正一付了车费，刚踏入家门，便见到了白衣站在门口，似乎在寻找什么。白衣见到方正一，眼前这副衣衫不整、身上满是墨迹的模样，差点笑出声来。方正一黑着脸，没有理会白衣的好奇，直接命令他站到墙角去，并告知晚餐后才能进屋。方正一没有停留，径直走进院子，但很快又不出。他向白衣询问了小桃的去向，得知小桃出门寻人后，便命令白衣改去看守大门。之后，他自己则回到庭院的躺椅上，渐渐陷入了沉睡。不久，小桃的推搡唤醒了他。原来，小桃今日出门是遵从方正一的命令去寻找李隆，并安排了修理茅房的事宜。方正一对小桃的辛苦表示了感谢，同时告知李隆不用再寻找，明天会有人来修茅房。方正一的生活中，茅房的改善成了他关注的重点。记得刚到景国时，他就对当地简陋的卫生条件深感不满。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全县的卫生状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在京城没有现代化的管道和马桶，要想改变这一状况，还需要更多的努力。随后，小桃提到了方正一衣服上的墨迹，询问是否需要洗洗。方正一却另有打算，要求将这套衣服用最好的材料裱起来，挂在影壁上，并题上“吾皇泼墨处”几个字，以纪念今日与皇帝的那场会面。与此同时，在尚书府内，张氏父子正讨论着方正一的行为和性格。就在他们交谈之际，贾良的突然到访打破了平静。贾良找到张昌，希望他能出面解决问题，因为他的宅子被一个名叫方正一的人以极低的价格强行买下。方正一不仅威胁贾良，还侮辱了张昌。贾良描述了方正一的背景和对他的威胁，还提到了方正一对张昌的侮辱，希望张昌能为他做主。然而，张昌对贾良的遭遇显得冷漠，认为自己与贾良的困境无关，甚至批评贾良的管理能力，指出福来楼的收益已经大不如前。尽管如此，贾良仍然希望张昌能帮助他找回宅子。张昌的父亲张实了解到此事后，询问张昌的想法。张昌透露，虽然他对方正一有所了解，但并不打算立即采取行动。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在曲作湖的辩诗会上与方正一会面，看看方正一的真面目。在张昌的策划下，贾良被派去给方正一送邀请函，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解决问题。然而，当贾良抵达方正一的府邸时，不仅遭到了侮辱和打击，还被抢走了所有的钱财。
张彪随手将大门关上，一行人重返饭桌，准备继续未完成的晚餐。此时，庭院中，小桃的目光落在地上一封未封的信件上，他轻巧地捡了起来，疑惑地对坐守的方正一说：“少爷，那个人似乎是送信给您的。”方正一眉头一挑，好奇地接过信件：“什么信？给我瞧瞧。”信封被小桃拆开，他细细浏览后道：“是一个邀请信，邀请您参加3天后在曲作湖举办的辩诗会，盖的是尚书府的印章。少爷，我们去吗？”方正一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自己穿越而来，上一个身份的记忆全无，脑中的诗句都是残缺不全的，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超出9年义务教育范畴的诗，对他来说无异于难题。他讽刺地笑了笑：“不去，肯定是之前那位贾良提过的户部尚书之子张昌想找我麻烦。”方正一嘲讽地说：“这人脑子有问题，居然找贾良送信，这不是明摆着的鸿门宴吗？他当我是傻子？”张彪好奇地凑进来问道：“少爷，鸿门宴是什么？好吃吗？”方正一调侃他：“好吃，生肉让你吃个够，不如你去吧。”张彪憨厚地笑了2声，不以为意：“生肉回来煮熟了也是好吃的。”方正一正准备将信撕毁时，墙角的白衣突然出声：“等等，别撕！”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白衣小心翼翼地接过信件，提出一个奇特的建议：“少爷，这信来自尚书府，辩诗会上肯定会有许多贵公子。您新到京城，朋友寥寥，不如我们将这信卖掉。”方正一眼前一亮：“小白，你这主意不错，拿去卖钱正是。”白衣的脸上泛起红晕，忍住了闪躲的冲动。“小桃，明天出去打探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买这邀请函。如果有人不信任的话，直接带他们来府上，我亲自接待。”白衣急切地说道：“少爷，就让我去吧，我来京城还没去过哪儿，小桃姐也累了。”方正一疑惑地打量白衣：“小桃负责桃源县的事务多年，办事可靠。”白衣看着不太可靠，万一被人欺负怎么办？白衣坚定地说：“我可以的。”方正一最终同意，并表示若卖出好价钱会给他提成。白衣心里嘀咕：哪稀罕那点钱，但还是答应了。好，明天小桃给你准备些银子，注意安全。次日，方正一没有迟到，准时出现在朝会上，找了个靠柱子的地方站定，开始发呆。然而他没站多久，就被郭天养叫醒，并被带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位置。方大人，陛下在看着您。方正一感到四周的目光，大声感谢郭天养，引来了更多鄙夷的目光。朝会结束后，太监毛权带领方正一到了詹事府，太子李元照满面笑容地迎接他，两人互相夸奖，太监们都忍不住转过脸去，太不要脸了。李元照拉着方正一的手说：“跟我来，等会儿那个严师傅来了，我可不想见到他。”